想象一下，一个比你家 WiFi 信号还要强的文明，突然就哔的一声，在历史的海洋里消失了踪影。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找到了比地球更好的星球，所以就悄咪咪的搬家了？或者他们其实就隐藏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没开启正确的方式去发现他们？深入奇异之际，追踪未知之谜。各位探险家，我是 KK， 欢迎回到奇异追踪。今天我们要深入探索的不是小区里的未解之谜，快握紧你的小零食，让我们一起揭开沿海王波塞冬都要为之保密的超级谜团亚特兰蒂斯。准备好了吗？都是洪水惹的祸。亚特兰蒂斯到底在哪里？它真的存在吗？还是只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个超级大彩蛋？据说亚特兰蒂斯是一个科技超级发达的古文明，他们不仅拥有飞行器，甚至可能掌握了跨维度旅行的技术。想想看，如果他们真的存在，那他们是不是也会关注奇异追踪呢？好了，让我们来正经的聊聊亚特兰蒂斯。根据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描述，12000年前，亚特兰蒂斯是一个位于大西洋上的岛屿。他们的文明比任何已知文明都要先进。他的统治者是强大的阿特拉斯国王，他是海神波塞冬的后裔，因此亚特兰蒂斯被视为神奇所庇佑的圣地。但是他在蒂迈欧篇和克里底亚篇中描述了亚特兰蒂斯因为腐败和暴政，他们开始疯狂地侵略周边的土地，一路杀伐，最终惹怒天神宙斯，随之被灭掉。传闻整个岛屿也沉入了海底，这也就留下了无尽的神秘和遐想。根据记载，亚特兰蒂斯是位于大西洋支柱之外，是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岛屿。但如果你问我这个地方在地图上的确切位置，这就像是在问我昨晚的披萨去哪儿了一样。但别担心，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考古技术的发展，我们对亚特兰蒂斯的了解也在不断深入。有趣的是，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并不是孤立的，在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中，类似的传说层出不穷。例如，在《摩诃婆罗多》一部古印度的史诗文学作品中，就有描述一个被海水吞没的城市德瓦塔，它是印度神话中神奇克里希纳的城市，最终因洪水而沉没。而在玛雅文化中，通过对波波尔湖的研究，这一部被视为玛雅人的创世纪的文献记载了一场巨大的洪水，导致了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灭亡。这与亚特兰蒂斯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那亚特兰蒂斯是否也真的是被洪水所淹没了呢？沙漠深处的眼睛。1965年6月3日，美国双子座4号航天器发射升空，2名宇航员在太空停留4天，并且拍下了一张让人震惊的照片——撒哈拉之眼。你想想看，直径达到50公里，海拔400米高，站在地面上根本看不出它的全貌。而且当时撒哈拉之眼的存在还是个谜呢，地质学家们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清楚它是怎么形成的。这完全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地质结构。当然了，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亚特兰蒂斯迷们的猜测，他们认为撒哈拉之眼就是亚特兰蒂斯城的遗址。想象一下，那个曾经繁荣一时的文明，如今就隐藏在这片沙漠之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只是我就这样认定这里就是亚特兰蒂斯过就太草率了点嘛。亚特兰蒂斯重现。通过深入了解，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撒哈拉之眼的大小。刚有提过，它的直径达到了惊人的50公里，就像个巨大的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大的离谱。那么亚特兰蒂斯城又有多大呢？在柏拉图的著作中，他对亚特兰蒂斯有着详尽的描述。据他所说，亚特兰蒂斯中心有一个中心岛，直径是5个斯泰德，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度量单位，1个斯泰德约等于185米。而在这个中心岛之外，是一圈像河流一样宽的海域，宽度为1个斯泰德。再往外是第2层的环形岛，宽度为2个斯泰德，然后又是一圈海域，宽度同样为2个斯泰德。最外层的环形岛，也就是城市的主体部分，宽度达到了3个斯泰德。
整个城市的布局就像是一圈圈嵌套的圆环。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亚特兰蒂斯城的直径。根据柏拉图的描述，从最内层的中心岛到最外层的环形岛，总共是127个斯泰德的宽度，换算成公里就是23.49公里。现在我们再回到撒哈拉之眼，你看，撒哈拉之眼的环状结构与柏拉图描述的亚特兰蒂斯城的布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且撒哈拉之眼中间那圈比较明显的部分的直径正好是23.5公里，这与我们根据柏拉图的描述计算出的亚特兰蒂斯城的直径几乎完全吻合。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巧合吗？又是巧合。柏拉图曾描述亚特兰蒂斯城北边是青翠的山峦，而南边则是广袤的海洋。这意味着在亚特兰蒂斯城那23.49公里之外的区域，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海洋，上面则是一座接一座的山。现在咱们把这个巨大的眼睛缩小点，好好瞅瞅。确实，北侧似乎存在着明显的环形山地带，和柏拉图描述的一模一样。而南侧虽然现在是沙地，但那些沙子呈现出的流动感，一缕缕的纹理，就像在说远古时期这里曾经水波荡漾。有可能就在12000年前，这里真的是一片汪洋。当我们考虑到撒哈拉之眼的海拔高达400多米时，不禁会想，难道以前的海平面比现在还要高吗？后来海平面下降了，才露出了这片土地。又或者是曾经的撒哈拉之眼并没有现在那么高吧。再来看柏拉图关于亚特兰蒂斯位置的描述，他说亚特兰蒂斯位于直布罗陀海峡对面的一个岛上，那个岛其实就是非洲大陆。但在柏拉图的描述中，非洲大陆旁边还有一个岛，这可能是因为在遥远的过去，非洲大陆的面积比现在小得多，大部分地方都被海水覆盖，因此亚特兰蒂斯可能原本就位于现在的非洲大陆上，只是由于海水的涨退，使得它看起来像一个独立的岛屿。第10，为证。在柏拉图之前的几十年，古希腊有一位享有盛名的作家，他的名字叫希罗多德。这位希罗多德是个热爱游历的人，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都详尽地记录下来，最终汇集成了一部名为《历史》的史诗巨著。在公元前450年的时候，希罗多德绘制了一幅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他标注了欧洲、非洲以及利比亚的位置。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地图的左上角标注了一个名为阿特拉斯与亚特兰蒂斯的地方，让人不禁产生联想。然而，希罗多德的地图主要是基于他道听途说的信息绘制的。尽管如此，他的地图在大部分位置上还是相当准确的。有趣的是，地图上阿特拉斯的位置与撒哈拉沙漠的位置相吻合。然而，在这些证据中，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我们注意，那就是海面上升400米的问题。根据现有的模型，海面必须上升400米才能形成亚特兰蒂斯那样的国家。但是历史数据显示，在12000年前，即使海平面有所上升，也仍然比现在要低80米，这与我们预期的海面高度相差了整整500米。不过之后地质学家们对撒哈拉之眼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发现了明显的水湿痕迹，这表明撒哈拉之眼地区曾经有过大量的水，并且我们可以通过卫星地图再次查看撒哈拉之眼南边的位置。这里有着大量白色的区域，这个区域的主要部分是盐，同样也是当地人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2007年，一张照片横空出世，终于为大众揭开了长期悬而未决的谜团。那么，海平面高度矛盾的这一问题又如何解释呢？嘿，这可是个大大的问号，就留给各位探险家在评论区进行讨论吧。这里是奇异追踪，希望探险家们喜欢这次的风格，记得关注，我们下期见。